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身披月白骨裙美成仙，雪景氛围太梦幻，网友直呼不敢眨眼。赵丽颖以月白骨裙雪中回归，惊艳众人。从默默无闻到顶流演员，她的坚持如重庆小面般耐人寻味。时尚无关跟风，真正的优雅在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风格。她的魅力源于自信与坚定，光鲜背后是数月的鲨鱼练习与磨出茧的手指。这份坚韧，正是每个追梦人最该拥有的品质。最近，赵丽颖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引起了热议。谁能想到，这位曾经凭借花千骨跻身顶流的女星，如今却以一袭月白骨裙在雪地里惊艳回归，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看到她站在那朦胧的雪幕里，我忍不住想，咱们的善良小仙女又要被捧上天了。作为一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赵丽颖的成长之路并不简单。她经历了无数的磨练，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开始，逐步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她的努力和坚持就像重庆的小面，虽简单却耐人寻味。可如今的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还是无数年轻女孩心中的榜样。她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努力终会有回报。在那场景里，她的乌发像瀑布般倾泻而下，鬓边的银饰在清风中微微闪烁。她的微笑更是带着些许柔和，仿佛要把这寒冷的冬天也融化了。可我心里不禁嘀咕，现在的时尚界真是个奇葩的地方，明明是个大冬天，偏偏要穿得像仙女下凡。我真想跟她说一句，大姐，你就不能穿点厚实点的吗？双引号。这时的讨论热度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程度，微博上各类评论层出不穷。有人说，赵丽颖真的是古典美的代表，简直让人心动。也有不少人在调侃，我只想知道她的裙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穿在雪地里不会冷吗？这让我脑海中闪过一个问题，究竟是她的裙子好看，还是她本人就是个行走的画卷？我看到不少时尚博主纷纷发文点评，称她的这套造型已经引领了2024年的时尚潮流。这时我就想，时尚到底是跟风还是跟心？明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总要被框架限制？难道就不能有些独特的表达吗？看着她，我不禁开始反思，或许真正的优雅不是依附于时尚，而是在于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套。我在想，如果没有这身衣服，赵丽颖仍然会是那个令人心向往之的她。她的魅力无关外表，更多的是她身上散发的自信和坚定。这样的反思让我意识到，生活中有太多的外界评价会影响自己的判断，真要做自己，首先得学会不被这些外界所左右。就这样，我又想到了她的坚持和努力。虽然现在的她已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但在成名之前，她也面临过无数挑战。每个角色的成功都浸透着她的心血，就像那次拍戏时，她为了角色练习了数月的鲨鱼技艺，直到手指都磨出了茧。可见，光鲜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辛苦。此时，我心里的情绪逐渐升温，想着赵丽颖的故事，也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激励。或许，这份坚韧和坚持，才是每个追梦人最该拥有的品质。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难免会遇到困难与挫折，但只要勇敢面对，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亮光。赵丽颖又一次用她的美丽和气质，震撼了整个娱乐圈。近日，她身穿一袭月白色古风长裙，在雪景中翩然而立的画面曝光后，迅速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热搜。画面中的她仿佛从古画中走出的仙子，一步一景，一眼一生。那种清冷、柔和又不失力量的氛围，让人看一眼就难以忘怀。网友们纷纷惊呼，这简直就是古装仙女的天花板级别，不敢眨眼，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而赵丽颖也再次用自己的存在，向我们证明了真正的美是融合气质、造型、
意境乃至精神的全方位震撼。赵丽颖的美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浓妆艳抹式艳丽，也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高冷距离感，而是带着一种亲近、柔软却又极其坚定的力量感。这一次，月白古裙的造型设计简洁却不失华贵，在雪景的映衬下更显仙气飘飘。长裙轻盈如烟，随风而动，赵丽颖静静地立于白雪之间，仿佛时间为她停住，天地间只剩她一人，灵动却不张扬。这样的画面，宛若水墨画卷般铺陈在眼前，极具东方美学的意境之美。这组照片之所以能引发全民热议，不仅仅因为造型本身的惊艳，更重要的是赵丽颖所传递出的那种静的力量。在快节奏、追求浓烈视觉冲击的当下，这种极致的克制与温柔反而更能打动人心。她眼神中的宁静，动作中的柔和，与雪景的空灵融为一体，构成一种难以言说的东方诗意。在纷扰的娱乐圈里，这样的表达是一种罕见的清流，也是一种极致的自我表达。网友们的评论区堪比文学赏析现场。有粉丝写道：“他不是在拍写真，是在讲一首诗。”也有人说，这是赵丽颖的高光时刻，是属于她的视觉封神瞬间。还有人表示，她根本不需要用力演，只要站在那里就是画。在这些评论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大众对赵丽颖不仅有外貌上的认可，更有对她气质与作品深度的共鸣。细细回顾赵丽颖一路走来的演艺轨迹，从最初的小丫鬟配角，到如今画幅加身、气质封神的代表人物，她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外貌，更体现在气场、格局和内在的沉淀。赵丽颖的成长是循序渐进，她是稳重的。她从不依靠话题炒作，也很少主动迎合流量市场，而是靠一部部作品、一场场演技、一次次惊艳亮相，积累起观众的认可和口碑。正是这样的坚持与沉淀，才让她在今天站在雪景中，穿着月白古裙的那一刻，不只是美丽那么简单，而是令人信服的美成仙。更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在造型表达方面的自我突破也越来越明显。曾经的她大多以甜美、清新示人，如今的她却能驾驭更多风格，从英气短发、复古黑裙，到这次梦幻的仙气古装，每一次亮相都能刷新观众对她的认知。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她内在成长与专业塑造共同作用的结果。她已经从一个古装小花转变为一个有深度、有层次，可以表达各种角色状态的成熟女演员。从某种角度看，赵丽颖这次的惊艳亮相，也是在视觉层面上重申了东方美的独特魅力。当今娱乐圈的审美风向常常被欧美风、港风、韩流主导，而像赵丽颖这样能以最纯正的东方古典气质撑起整套氛围的女星并不多见。她无需夸张造型，也不依赖后期滤镜，只靠自身的表演感、氛围掌控力和对传统文化美学的理解，就能呈现出一场视觉盛宴。这一点，对于当下的艺人群体来说，无疑是一种提醒与启发。浮躁时代里，能沉下心来打磨自己，真正去理解文化内核，塑造人物气质的演员，才是真正能留下长久印象、收获观众长情陪伴的人。而赵丽颖就是这样一位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努力，走出一条独属道路的演员。如今她站在雪中，穿着月白古裙，不需要语言，不需要剧情，只靠一个眼神、一种氛围，就已经足够让无数观众心动、感动、赞叹。这是属于演员赵丽颖的时刻，也是属于每一个努力过、不放弃、不将就的人生缩影。正如她曾在采访中说过：“我不是天赋型选手，但我一定是坚持最久的那一个。”这句话如今再读，格外动人。她不是凭运气走到这里，而是凭实力、努力和不断成长，一步一个脚印地打下自己的天地。对于喜爱她的观众来说，这次雪中惊艳的亮相，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传递。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可能在质疑、偏见甚至沉默中前行。但只要心中有信念，不放弃前行的勇气，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像赵丽颖那样，在最合适的时刻，被世界温柔以待。愿每一位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能从赵丽颖的身上看到美的多种可能性，不仅是外在的颜值，更是从眼神、态度、努力中散发出的光芒。在这个充满选择与诱惑的时代，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月白古群时刻，无惧风雪，静静绽放。你值得美丽，你值得被看见。愿你在人生的雪景中，也能做那个惊艳众生的自己。王一博与热巴同场巴黎时装周，一个耀眼，一个惊艳，网友直呼梦幻联动。王一博闪耀巴黎时装周，亚洲首个香奈儿大满贯艺人惊艳全场。迪丽热巴化身黑天鹅公主，东方美震撼外媒。辛芷蕾冷艳亮相，与王一博同框气场爆棚。这场时尚盛宴，谁才是你心中的造型王者？来了来了，赶紧围观！新时代的搞笑货又要上场了。老天爷，咱们期待已久的王一博终于现身啦！为了让大家心里痒痒的，我们以后再聊聊王一博这次在巴黎的装扮吧。还一堆外国女明星穿得跟走秀似的，不管好不好看，绝对是吸引眼球的高手。别提了，大家看起来都精神饱满，明显是为了这场时装周磨刀霍霍，真是一群拼命三郎啊！果然，还是这种国际大舞台才最呲溜。虽然现今在场的国内大咖还不算多，每天都有新鲜的消息冒出来，真是让人看得停不下来。这几场壮观的演出真是漂亮极了，全是女明星们在那儿炫技，国内的男演员呢，根本不见一个，更别提啥惊喜了。就拿任嘉伦来说，直接变身小鲜肉，在巴黎璀璨夺目。那一头金毛闪闪的，真是时尚到爆啊！脸型瘦得跟葱一样，再加上这身黑色 V 领西装，看了简直就是巴黎街头最帅的小伙子吗？任嘉伦真是不简单，居然当了爸爸还那么帅，这让观众们都目瞪口呆啊！只能说任嘉伦这朵花开的真是太慢了，连同批的小伙子都得望尘莫及了。说到那顶级风范的男星，非咱王一博莫属啊！还记得去年米兰时装周，王一博穿着条纹西装走得帅得让人怀疑人生，哪个方向看都是亮闪闪的。我那时就想，这个品牌真是眼光毒辣，代言人选得贼棒。今年的表现依旧杠杠的，连个路透都还没上场就已经热得不行，真是当之无愧的明星啊！王一博这家伙真猛，居然成了亚洲第一个拿下香奈儿大满贯的艺人。2年内竟然跑去参加了8场香奈儿的大秀，简直就是时尚界的超人啊！当其他演员还在忙着跑去借几年前的打折高定时，王一博早已换上各种新款，简直把亚洲艺人的时尚记录撕得粉碎。今年的发型更是绝了，头上的羊毛卷就跟个贵族小王子似的，我真是被他这小子帅到手脚发软了。我就说，香奈儿眼光真是拔尖儿，这回王一博穿的可是香奈儿2025秋冬的款呢，那外套有亮闪闪的刺绣小香风，潮得不要不要的。里面那件白衬衫穿上去真有范儿，再加上这副墨镜，香奈儿的标志一看就知道，拍什么都显得特别上档次。这照片修的真是美的不行，连没修的也照样帅气的让人心里打鼓。这张脸还是那么美，五官依然精巧，脸型顺溜得很，真有国际大咖的气派。这红地毯通常是女明星们的决斗场啊，红地毯的女王迪丽热巴闪亮登场啦！这回迪丽热巴简直美炸了，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穿着一身黑色的丝绒抹胸长裙，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朵高档冷艳的玫瑰花呢。我看这裙子真是太抢眼了，热巴刚下车就赶紧捂住胸口，生怕一不小心露馅儿。她脖子上挂着好几圈珍珠项链，本来显得有点过火，但迪丽热巴穿上后，一下子就显得特别合适了，真是个奇葩。随便一幅下车的画面都能把大家看得目瞪口呆，
简直活脱脱就是黑天鹅公主走出屏幕呀！这模样这么厉害，谁见了能不心痒痒的呢？热巴一到巴黎，那五官闪得让人眼睛都花了，外媒都喊她东方仙女撞上西方奢华，真是不得了啊！热巴这张脸一亮，真是让我们中国的面子一下子大了不少。还有网友把王一博和热巴的照片摆到了一块儿，简直就是时尚界的小皇帝和小女皇呀！这事儿还没完呢，在台上我们又碰上了个漂亮的掉渣的辛芷蕾。我就说嘛，大家以前都没把辛芷蕾的颜值当回事，结果她在《繁花》里一现身，瞬间让人们明白这位性感女神的魅力有多惊人。你瞧这张照片可是现场拍的真实照哦，这位姐妆容淡得跟水一样，发型就是普通的微卷，看着特别让人感觉爽。一进场，辛芷蕾跟王一博一起坐台下看秀，这一搭配简直是气场爆棚，让人感觉高大上得很。我就看得入了神，搞得她站起身来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裙子上半身漂亮，下半身咋的跟一块黑布似的。原本那件黑色的小香风挺有范儿的，偏偏下面非得配个像是塑料袋一样的网纱黑裙，真让人琢磨不透啊。幸好这张脸还真扛揍，换个人肯定没法达到这个效果。要说辛芷蕾那张脸，平时一副冷冰冰的样子，等她一笑，那真是像换了个人似的，笑起来跟人唠嗑的大姐大没啥区别，顿时就亲民了。光是想象她一开口就是东北腔，我脑海里就乐翻了。这种接地气的女明星可真稀罕呀！虽然见识了这些大人物，我还是觉得不够过瘾。后头还有哪些明星会闪亮登场呢？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啥新花样呢？你们说，这次谁的造型最让人目瞪口呆啊？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尚盛宴——巴黎时装周上，王一博与迪丽热巴的同框出现，无疑点燃了整个网络。一个低调沉稳却锋芒毕露，一个自信优雅却惊艳四座。他们的同场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像是一场话题风暴，让无数粉丝为之倾倒，也让舆论的聚光灯再次聚焦在这两个在各自领域中熠熠生辉的明星身上。这一次的梦幻联动，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和意义？作为 Chanel 的代言人，王一博此次的巴黎之行无疑备受品牌重视。3套造型轮番登场，每一套都在细节和气场上展现出他独有的时尚审美与先锋态度。从温润如玉的奶油色大衣造型，到黑白撞色套装的冷峻魅力，再到珠光西装中带有先锋质感的高级腔调，王一博用行动诠释了一个演员在时尚界的顶级表达力。他不再是来看看秀的嘉宾，而是稳居秀场焦点，能带动全球讨论的时尚力量。而作为另一位国民级女星，迪丽热巴的黑天鹅造型同样惊艳。身着黑色亮片长裙，搭配复古盘发与红唇，既有芭蕾舞者的轻盈灵动，又不乏女王般的高贵气场。在闪光灯频闪的秀场，她与王一博一个在左侧低语，一个在右边安静微笑，一动一静间自带一种极强的画报感，仿佛时尚电影正在他们身上展开。这次同框之所以掀起如此巨大的讨论热度，不仅仅是因为两人本身的高人气，更在于他们之间形成的独特对比与互补关系。王一博身上有一种内敛的张力，像极了雕塑般经过常年打磨后的沉静之光，而迪丽热巴则是明亮的盛放之花，灵动、自信、坦然。他们的同场不只是外表上的俊男美女，更像是两种美学气质的和谐交融。也因此，这种梦幻同框才会成为热搜关键词，掀起粉圈与时尚圈的双重热议。而这种高话题度的背后，更凸显了王一博如今在国际时尚舞台的影响力。他并非时尚圈出身，但凭借自身的敏锐感知力、稳定状态和不断进化的审美输出，已经成为品牌心中不可替代的存在。从当初的初入巴黎时装周，到如今作为 Chanel 宠儿稳定登场 ，C 位亮相，王一博的成长轨迹就像一条不断上扬的折线图。他不靠炒作，
不追流量，却用一次次实力亮相，稳稳写下属于自己的登顶笔记。这次时装周也揭示了王一博在公众语境中的强存在感。尽管他已有400多天未正式进组拍戏，但热搜、话题度、商业表现却始终在线，丝毫未见下滑。网友常说，王一博就算不发一条微博，依然能霸屏热搜。这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评价，而是他这些年稳扎稳打构建起的个人影响力和可信度的真实写照。如今的他，已经从偶像进阶为文化符号，一举一动都带有深远的引导效应。而这次迪丽热巴的亮相，则为这场视觉盛宴增添了更多梦幻滤镜。两位都曾主演过仙侠、悬疑、都市题材作品，也都在综艺舞台上展现过超强亲和力，粉丝基数重叠却不冲突，互动话题天然带有化学反应的期待感。于是，网友们玩梗，他们站在一起，就像两本不同书系的主角，忽然在封面联动了。这句玩笑话也侧面证明了他们同场所带来的超高话题张力。不过，比起粉丝的嗨翻热议，更值得注意的是王一博这次状态的全面回归。在此前一段时间，工作室图灵更新沉寂近1年等传闻不断，许多人甚至开始担心他是否淡出娱乐圈。但这次巴黎之行不仅打破了消失论，更以3套造型、密集曝光、国际热搜等方式，重新点燃了外界对他的讨论热情。没有官宣，没有宣传，这种纯靠现身及话题的存在感，也从侧面印证了他的个人价值已经远远超越演员这个单一身份。如果说时尚舞台是一场没有台词的沉默剧，那王一博显然已经掌握了最动人的表达方式。他不言自明，却处处有风景；他不迎合潮流，却始终走在前沿；他不争也不抢，却总是焦点所在。而这份沉稳中的锋芒，也是他如今被国际品牌反复选择、被大众持续关注的底层逻辑。在这一场高光回归的盛宴中，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过去1年的沉默期。他没有解释，没有辩解，却在一次又一次的沉稳亮相中，告诉所有人：我一直在成长，从未离开。写到这里，我们更应意识到，一个真正值得喜欢的艺人，或许不需要天天在线营业，不需要用热搜维持热度，也不需要靠花边新闻来抢占视线。他需要的是作品、态度、影响力的长期叠加，是在沉默时积蓄力量，在登场时掀起风暴的厚积薄发。王一博做到了，做得不动声色，却又无法忽视。而你呢？是否还在回味那3套造型的时尚故事？是否也在屏幕前为那场黑白之间的默契同框悄然心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也请你记住，这样的时刻或许只是他辉煌旅程中一个注脚，未来的王一博还会带来更多超越想象的可能。愿我们在每一个与他相遇的瞬间都不吝啬热爱。愿王一博在前行的道路上始终带着最初的那份炽热，用沉默抵抗喧嚣，用行动回应质疑。因为他值得，也因为我们都愿意等。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